忽然冒出的念头让吴柏林感觉后背发凉。虽然他现在根本就没能进入到这个阵法之中一探究竟，但末法时代到来之前的修士所展现出来的实力，已经让他心生恐惧。他的心里已经开始为自己琢磨起了后路。反正眼下自己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干脆就留在这里跟这个上古的阵法死磕。至于时间期限，就是南极夏天到来，魔鬼西风带恢复通航的节点。要是在南极夏天到来之前，自己能找到突破点，那自然是皆大欢喜。要是到时候依旧徒劳无功，那自己就老老实实的返回破清会，主动向吴飞燕述职。到时候自己就把南极的一切跟吴飞燕和盘托出。吴飞燕心里虽然会怪罪自己隐瞒飞升之门传说的事情，但自己也可以揣着明白装糊涂，把这一切都说成是机缘巧合，然后把这个上古阵法献给吴飞燕来邀功。这阵法如此变态，想来吴飞燕也根本不可能破得开。到时候对自己来说，反正该说的都说了，再加上自己出来就是为吴飞燕寻找机缘的，吴飞燕就算对自己心里不满，也不能治自己的罪。退一步说，要是吴飞燕有能耐把这道阵法破开，那自己也不吃亏。一旦他收获满满，多多少少也会给自己一点好处，否则将来谁还愿意为他卖命？吴飞燕虽然心狠手辣，但这点道理还是懂的。如此的话，自己虽然没能得到这阵法之中的宝物，但好赖也不会再有别的损失，吴飞燕那里也能有个交代。打定主意，吴柏林在岩石上盘腿坐下，试图进入闭关状态。他虽然没有可以修炼出灵气的功法，但闭关可以不断精炼体内灵气，一遍又一遍冲刷经脉，也能够起到缓慢提升修为的目的。这就是末法时代的悲哀之处，修士所有灵气来源完全依靠丹药和灵石，一旦缺乏这两样，基本就失去了灵气来源，只能守着自己那1亩3分地拼命开垦，细心耕耘。像他闭关100年也未曾打开泥丸宫，但是在末法时代之前，修士可以通过运转功法从天地之间汲取灵气，闭关修炼的速度简直如有神助。天资好的，悟道几年时间就能打开泥丸宫。对现在的修士来说，能打开泥丸宫已经是凤毛麟角一般的存在，但是在末法时代之前，打开泥丸宫最多只能算是进入了幼儿园级别。在修士的世界，也就是3、2岁的稚童一般，一个修士至少要达到筑基水平，才算是正式踏入修行之门。而筑基的难度之大，即便是吴飞燕修炼了400年，也未能达到。以吴飞燕的修为，若不是有万古长青丹，她的寿命不可能撑得到300年。孟长生其实也是一样，他在这贫瘠的末法时代修行1000年，也不过就是个刚刚筑基的水平。若不是有百转千回丹，他哪可能在这世上苟活1000年？想到修道一途的艰辛，吴柏林心中更是不忿。自己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个传说中的飞升之门，却没想到压根连进去的资格都没有。美好愿望不过是一场泡影。就在他抱怨天道不公的时候，他并没有察觉到一个与他一样的修士正在朝着自己所在的位置快速逼近。此刻叶晨距离吴柏林挖掘的冰洞已经不足3公里，天上的极光依旧在，依旧是一个绿色的箭头不停地为自己指引着方向。这一路奔来，那绿色箭头就像玩游戏时系统给予玩家的指引，一路朝着一个方向坚定地闪烁。这期间叶晨也试过换个方向，故意与他跑偏，借此来观察他的状态。结果他就跟一个指南针一样，无论自己怎么移动，怎么改变方向，他都一直朝着南方闪烁。或许也是感受到神秘指引的坚定，叶晨心里也愈发期待起来。距离洞口越来越近，叶晨已经可以看到箭头不再是与地面平行指向南方，而是开始发生了倾斜，箭头开始微微下坠，与水平方向形成夹角，并且夹角开始越来越大。
叶晨心中一喜，奔袭过100公里，想来是终于到了。万幸，不用真让自己去南极点。此时的吴柏林并没有集中所有精力在四周环境，因为身边是上千米厚的冰层，会大大减弱他的灵气穿透力。在上千米深的冰洞之中，他几乎无法感知地面的情况，除了洞口周围勉强还能有所感知，所以他比叶晨预估的还要摆烂，索性根本不在周围环境上浪费灵气，因为在他看来，自己应该是南极大陆唯一的修士。这些天美国军队既然没找过来，那自己肯定也就没有任何安全问题。而叶晨修为比他弱了一大截，以灵气查探周围的时候，也无法穿透这么厚的冰层，所以自然更无法感知到它的存在。不过当他站在一处微微隆起的冰川之上，俯瞰下方不远处那个洞口的时候，他心中格外诧异。自己在南极也待挺久了，算得上比较熟悉，整个南极的表面几乎全被冰雪覆盖，怎的会在地面上无端冒出一个洞来？而此时那箭头就正指着洞口的方向。他抬头看着那箭头，忍不住喃喃道：该不会是想让我进这洞里吧？这里面有什么？一念至此，他下意识释放灵气前去查探。灵气顺着深不见底的洞一路向下，越是向下，叶晨就越是心惊。他本以为就是个几十米最多上百米深的洞，没想到这洞竟然深不见底，感觉灵气已经深入其中数百米，但依旧没有探寻到洞的底部。叶晨的灵气继续深入700米、800米，眼看就到上千米的深度，却还是没有任何要到底的迹象。叶晨心里很是惊讶，这洞壁光滑平整，不像天然形成，大概率是人为，而且很可能是机械所为。不过这洞的宽度足有1米多，已经不是普通钻井机能够打出来的宽度。在南极打这么一个洞，想来应该是很难的事情。这洞到底是何人所为呢？这么深的洞也勾起了叶晨的探索欲，灵气加速灌入，飞速向着深处探寻。紧接着他忽然感觉探寻到的环境如一个场景屏一般豁然开朗，下面的空间瞬间变大许多，似乎形成了一个洞室。就在他惊讶不已的时候，他的灵气忽然感觉到，在这洞室之中竟然有一个人形事物盘坐其中。而此时一直无法完全入定的吴柏林忽然间睁开眼，眼神瞬间变得无比犀利。